好，今日呢個 topic 咧叫做經濟周期啦。咁咧亦都討論下咧政府主動用一啲政策，咁係用貨幣政策啦同埋財政政策咧去干預翻個經濟嘅。咁貨幣政策咧涉及一個環節啦，叫貨幣市場啦。咁大致上就係咁。咁咩叫經濟周期啊？就係話咧所有國家或者地區嘅 GDP 咧係唔會直線咁樣增長或者走向嘅。咁總係會經過一啲起伏啦，咁起嘅時候咧就叫做復甦，咁總會升嗰個最高咧就叫做高峰，跟住就開始滑落衰退噶啦，咁跌到最差就叫谷底啦，然之後又復甦翻啦。咁我舉香港個例子，就係80年代咧中英聯合聲明傾好咗之後咧，咁啊經濟係不斷咁向上嘅。咁97年開始啦，就係亞洲金融風暴啦，咁就開始出現衰退啦。咁跌到03年沙士就係谷底啦，之後又復甦翻。咁但係去到2019年啦，疫情開始啦，又開始衰退翻啦。咁至於幾時到谷底呢？咁呢度冇水晶球啦，就睇唔到啦。咁同學亦都唔需要擔心，我哋唔係做預測嘅，我哋考試只係問呢，可能會揞咗一啲字啦，然後問翻你呢，究竟係屬於邊一個階段，同埋有咩特點。咁可能 MC 咧都可能會有其他嘅指標嘅，但係如果係問答嘅話咧，我建議同學用我間低呢3個嚟做判斷咯。究竟個經濟係屬於邊一個階段？咁嗰個例子，例如衰退，咁 GDP 嘅增長梗係開始跌啦，有名你叫衰退啦嘛。咁經濟衰退咧，通常伴隨住咧都有一個現象叫做通縮嘅，即係一般物價水平下跌。咁當然啦，經濟差，失業率自然就開始升啦。咁我覺得呢個環節同學唔需要太擔心，基本上用你嘅 common sense 咧，應該都可以判斷到係邊個階段噶啦。咁我哋睇一睇 past paper 啦。咁2022年比較特別啲，因為以前啲題目咧通常係用翻呢個圖嘅，然後漏空咗啦，叫你揾翻係邊一個階段啦。但係呢一年咧就俾啲數據你啦，真係。咁然之後咧，一定係問你兩樣嘢噶啦。第一係屬於邊個階段？第二呢個階段有咩特點？咁你見到呢個失業率咧係不斷咁升緊嘅，咁應該都唔係好嘢啦，又未到頂，咁我相信咧應該就係衰退嘅階段啦。好啦，衰退嘅階段除咗失業率升之外咧，咁我哋話衰退咧通常伴隨住一個現象叫通縮嘅，咁你咪講埋佢咯，一般物價水平下跌。咁或者咧第三個叫大家記啦，通常呢3個做指標嚟判斷噶啦，就係 GDP 嘅增長開始下跌啦。咁就攞咗呢部分嘅分數啦。好啦，講完經濟周期就係話咧，如果喺衰退經濟差嘅時候，咁政府可唔可以做一啲經濟政策，主動咧去推返上去充分就業嘅水平？咁希望同學仲記得啦，就係話如果短期嗰個產出咧係低於充分就業，即係話咧呢個社會存在着失業。咁我哋講過啦，就算靠市場自己調節咧，係可以去翻長期嘅均衡嘅。但係就話而家短期政府可唔可以做一啲政策去推高嘅需求，去翻充分就業咧？咁呢種就叫做擴充性嘅政策。咁又或者調翻轉右手邊，而家咧喺 Y1 係高過充分就業嘅水平，即係經濟過熱嘅情況。好啦，經濟過熱有啲咩唔好啊？可能帶來另一個問題咧，就唔係失業啦，就係通脹。咁一般嘅大眾咧係唔中意通脹呢樣嘢嘅。咁我哋話，與其等市場自己調節啦，咁可唔可以做一啲政策咧，將個需求咧拉翻落嚟，去翻長期嘅均衡，去解決呢個叫做所謂嘅通脹差距咧？好啦，呢啲咁嘅政策咧，去拉翻低個需求咧，我哋就叫收縮性嘅政策。好啦，政府主動去干預市場咧，主要有兩種嘅政策嘅，第一種叫貨幣政策啦。第二種咧，考試會問嘅就叫財政政策啦。咁我哋先講貨幣政策先。好啦，貨幣政策就係話，舉個例子，依家經濟差，咁政府咧就可以增加貨幣供應，咁就係透過一個叫中央銀行啦。好啦，咁令到呢個社會嘅貨幣供應多咗咧，咁銀行要借錢出去咧，就需要減息。減息有咩好處啊？咁啲人借錢會消費啦，或者公司借錢去投資啦。
咁成個社會嘅總需求就會增加，需求增加咧就會帶動咧產出上升，咁就可以解決一個叫做失業嘅問題啦。咁用呢種方式去推動經濟咧，咁你就叫做貨幣政策。咁同學可能就會問啦，咁點樣可以增加貨幣供應啊？可能同學諗到嘅方法就係印銀紙啦，係咪啊？中央銀行印鈔票咯。咁但係問題就嚟啦。咁就算中央銀行印咗啲銀紙啊，咁點樣可以咧投入個社會入邊噶，令到呢啲銀紙喺公眾流通咧？咁我哋話咧可以用以下嘅3個方法嘅。好啦，第一個就叫做公開市場購入債券。咁呢個係美國啦，08年開始咧不斷咁樣做緊嘅。即係話咧，中央銀行攞啲現金咧去買入債券，令到中央銀行嘅現金咧流咗出去。咁銀行拎住啲現金咧就可以借貸啦。咁當然啦，要借出去咧係需要減息嘅。咁於是乎就帶動後嚟嗰啲刺激個需求啦，去刺激翻個經濟啦。好啦，第二個方法令到中央銀行嘅現金咧流出公眾咧，就可以減低貼現率。咩叫貼現率咧？就係話咧，商業銀行同中央銀行借錢嘅利率，即係話中央銀行減息咧，咁就鼓勵咧商業銀行咧同中央銀行借錢，咁借完啲錢咧，進一步透過減息咧就可以流出去，吸引咧家庭同埋咧公司去借錢投資啦，咁亦都可以達到刺激經濟嘅目的嘅。第三個方法咧，直情唔使印銀紙，就係話減低儲備率。舉個例子，可能以前咧100蚊要 keep 25蚊，咁但係而家咧我減儲備率就係減到 keep 10蚊就得啦，10%。咁即係話多咗15蚊咧，可以繼續借俾公眾，透過減息啦借出去啦，咁咧同樣可以刺激經濟嘅。咁睇翻 past paper 增加貨幣供應咧，主要係用呢3個方法咯。好啦，但係要解釋貨幣供應點樣影響利率咧，我哋會講多一個概念，就叫貨幣市場。一講到市場咧，其實就係講緊需求同埋供應咯。咁咩叫貨幣嘅需求啊？其實就係問緊一個人點解會揸貨幣咧？舉個例子，我點解會揸住一啲錢啊？咁第一個原因咧就叫交易性嘅需求。咁最直接嘅諗法咪我嚟買嘢咯。我平時會袋住啲錢落銀包攞去買嘢咯，所以會令到我咧對貨幣產生需求。咁換句話講，我幾時會需求大啲啊？就係話舉個例子，我嘅實質收入即係我財富啦。如果錢多咗，咁我咪會袋多20蚊，因為我買嘅嘢會多咗啦嘛。咁所以交易性嘅需求咪會增加咯。好啦，貨幣除咗應付日常嘅交易之外咧，可能會額外 keep 多20蚊，唔係我嚟買嘢嘅。咁呢額外嘅20蚊有咩用途啊？我哋話呢額外20蚊咧，其實係我資產嘅一部分，係一個儲存嘅價值，即係作為我財富嘅一部分。但係其實你諗下咧，揸住20蚊係好蠢嘅。點解啊？因為佢係冇任何嘅回報，今日又係20，一年之後又係20。簡單嚟講，連利息都蝕埋嘅。咁所以作為資產嘅工具咧，其實有好多其他嘅選擇。就係話，如果見到利率高嘅話咧，咁我不如攞去買債券啦，有回報嘅。嚟多次，揸住現金作為資產咧，其實你冇任何嘅回報嘅，更加唔會有任何嘅增值咯。咁當然啦，換個角度嚟睇咧，有個好處啦，就係穩定咯。今日係20，一年之後都係20。但係如果呢個現金你攞再做其他嘅投資嘅話咧，隨時係揸都冇嘅。例如你買一樣嘢叫 Bitcoin，隨時係大起大落嘅。咁調翻轉嚟睇，貨幣有個好處啦，就係話個價值穩定啲咯，就唔會大上大落咯。好啦，總結翻有乜嘢會影響我哋揸多或者揸少啲錢嘅？咁第一個原因啦，就係我哋實質嘅收入啦。好啦，我哋越有錢，財富越多，我哋就會越揸多啲錢，特別係講緊交易性嘅貨幣需求啦，作為日常嘅買嘢啦。好啦，第二個原因就係利率，利率上升，咁我反而揸少咗啲錢，因為我講過啦，揸住現金作為資產咧係冇任何嘅回報嘅，所以如果你見到利率升嘅話咧，咁我不如呢20蚊咧攞去買債券收利息好過啦，所以利息利率上升咧，我係會揸少咗貨幣嘅。
好啦，物價水平上升，我都會揸少咗啲錢，點解啊？因為購買力下降啦嘛，我揸住啲貨幣，其實我買到嘅嘢越嚟越少㗎喎，物價上升。好啦，跟住考試亦都出過嘅，就係話支付技術越發達，咁你發覺咧，依家我哋日常咧越嚟越唔揸錢啦，點解啊？因為好多咩支付寶啊、微信支付啊，咁我哋基本上咧揸住部手機出街咧，根本上係唔使貼任何嘅錢嘅，咁對貨幣嘅需求亦都會減少咯。好啦，其他資產嘅風險就係話，如果 Bitcoin 發上發落嘅話咧，咁我穩陣啲咧，我不如揸錢好過啦。錢唯一嘅好處咧就係話咧個價值係相對穩定，唔會大起大落嘅，但係就冇任何嘅回報。好啦，通脹預期其實同物價一樣咯。如果我覺得啲物價水平越嚟越高嘅，咁我就唔揸咁多錢啦，我買其他嘅實物好過。好啦，有好多因素影響我哋揸幾多嘅貨幣，於是乎咧，我哋就建立一條需求曲線咯。我哋揀咗單獨利率呢個變數嚟建立一條需求嘅曲線，就係話如果利率上升下降，我哋揸多揸少貨幣咧，係純粹沿住需求曲線移動嘅啫。至於其他嘅因素令我哋揸多揸少貨幣咧，咁就係成條曲線嘅移動啦。揸多就向右移啦，揸少就向左移動啦。咁我哋建立咗一條需求曲線啦。好啦，咁至於貨幣供應咧，我哋話發行咗幾多個貨幣咧，係不受利率影響嘅，咁多就係咁多噶啦，所以係一條垂直嘅線。好啦，有需求有供應，於是乎交叉點咧，我哋就決定咗個利率咯。好啦，咁點樣用呢個貨幣市場嘅概念去演繹翻一個貨幣政策啦？就係話如果貨幣供應真係增加咗，咁根據貨幣供求嘅概念咧，供應增加咧，利率咧就會下降啦。咁你可以用一個市場供求嘅概念去解釋啦。點解貨幣供應增加，利率會下降？或者用最 common sense 嘅講法，當貨幣供應增加咗，銀行水浸咧，要吸引人借錢嘅話咧，你唯一嘅做法就係減息。咁兩樣嘢都解釋咗咧，貨幣供應增加咧，利率咧其實係會下降嘅。跟住我哋睇一題 past paper 啦。咁貨幣市場呢個 topic 咧，咁睇翻咧，大部分都係考選擇題嘅。好啦，呢度有兩個因素我間低咗啦。第一就係話咧，出糧咧由每個月一次咧改為出密咗啦，2個星期一次。咁我想問同學，仲使唔使 keep 咁多錢啊？咁我講過貨幣嘅其中一個目的咧，就係話應付日常嘅交易啦嘛。咁依家出糧出得密咗咯，咁我就唔需要袋咁多錢啦，好快就到2星期啦。所以咧，貨幣嘅需求係會下降嘅。好啦，第二個因素，商業銀行揸更多超額儲備，啲錢唔借出去，呢個咧係影響貨幣供應嘅。好啦，我哋話貨幣供應係會減少，咁即係問圖上邊邊個係表示緊貨幣嘅需求下跌，貨幣嘅供應減少咧？咁我用紅色嘅線間低咗啦，個答案咧應該就係 B for boy 啦。好，咁我哋睇多一題23年嘅題目。好啦，股票市場日趨波動，咁你作為資產嘅一部分啊，咁你傾唔傾向揸股票啊？咁我哋話會避一避風頭，唔好買股票啦。咁你資產嘅形式你用啲咩嘢代替啊？答案用貨幣咯，因為貨幣其中一個需求嘅目的就係作為資產嘅一部分啊嘛。好啦，貨幣其中一個甚至唯一嘅好處咧，就係個價值穩定嘅，20蚊你永遠都係20蚊，係唔會改變嘅。咁下邊邊個圖係表達緊貨幣需求增加？咁答案咧應該就係 A 啦。跟住我哋講下貨幣政策，咁其實之前都提過下啦，就係話如果依家經濟差咧，咁政府即係中央銀行啦，可以增加貨幣供應，咁令到銀行嘅錢多咗，佢要咧水浸咧就要減息，
將啲錢借出去。咁減息嘅好處就係話咧，鼓勵啲人借錢消費啦、投資啦，刺激嘅總需求啦，導致咧總產出增加，去返充分就業嘅水平。咁所以咧，一講貨幣政策咧，只係涉及呢兩個工具先係嘅啫，其他嘅方法唔係貨幣政策，得唔得？好啦，例子就係話美國啦，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咧，美國一直用緊一個叫做量化寬鬆嘅政策，其實就係擴張性嘅貨幣政策啦。而佢嘅做法咧就係不斷去買債券。嚟多次，中央銀行買債券其實即係將啲錢抌出嚟，其實即係將貨幣供應增加，令到銀行減息，咁去刺激翻個經濟嘅。咁呢個運作已經做咗好多年㗎啦，但係近年呢，就係話美國疫情之後呢，經濟有好強勁嘅反彈，咁所以呢，美國近年開始調翻轉啦，就調翻轉加息，用一個緊縮性嘅貨幣政策加息去收縮翻個經濟，因為近年美國開始呢，有人擔心出現通脹啊，咁所以呢，係加咗幾次息嘅。就同以往咁多年嘅做法有少少調轉咯。好啦，咁去返香港啦。咁同學留意，香港係唔可以有獨立嘅貨幣政策，點解啊？因為佢用一個聯繫匯率嘅制度。喺呢個制度底下咧，美國加息咧，港元一定要跟嘅。因為如果美國加息，港幣唔跟嘅話咧，咁個個都買晒美金啦。因為利率高啲，回報高啲啦嘛。咁聯繫匯率可能守唔住嘅，所以聯繫匯率嘅結果就係話咧，香港咧唔可以用獨立嘅貨幣政策加息減息咧，去解決失業嘅問題或者控制通脹。而嚴格嚟講咧，正式嘅貨幣政策咧，應該係講緊呢樣嘢，透過控制貨幣供應同利率咧，去刺激翻或者收縮翻個總需求，去影響個產出嘅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睇睇 past paper，先睇選擇題先。以下邊一個係收縮性嘅貨幣政策？好啦，希望同學仲記得收縮性嘅貨幣政策咧，即係減少貨幣供應，銀行唔夠錢就被迫要加息。加息咧，其實咧令到啲人唔借錢消費啦，唔投資啦，總需求下跌，令到咧個產出咧減翻，去翻充分就業嗰度。呢個情況就係話，當經濟太強勁啦，有通脹嘅壓力就會咁樣做嘅。好啦，而 A 嘅選項咧，增加貼現率，貼現率咧即係話同中央銀行借錢嘅利率，咁係令到咧商業銀行咧係唔願意向中央銀行借錢。咁商業銀行冇錢咧，咁貨幣供應就會下降，咁所以咧其實係正確嘅。嚟多次，貨幣供應嘅其中一個來源就係中央銀行同佢借，咁依家借貸嘅成本高咗咧，咁商業銀行咧個現金咧就會減少啦，貨幣供應下降。好啦，選項 B 增加稅率咧，我哋話呢個唔係貨幣政策，呢個咧應該係屬於之後講嘅財政政策。嚟多次，透過加稅減稅啊，控制政府開支咧，呢個唔係貨幣政策，呢個係財政政策。好啦 ，C 嘅選項減低儲備率，即係話咧唔需要 keep 咁多儲備，咁即係話咧銀行可以將額外嘅儲備咧借出去，咁導致咧其實貨幣供應係會增加嘅。咁呢個雖然係貨幣政策，但係咧我哋話擴張性嘅就唔係收縮性啦，所以 C 係錯嘅。好啦，最後一個減低移民配額，我哋話咧呢個並不是貨幣政策啦，所以最後嘅答案咧就係 A 啦。好，我哋跟住睇下文字題，2021年嘅題目。咁佢話而家有通縮差距，通縮即係話咧經濟差啦，未到充分就業或者叫有失業啦。咁咧點樣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去收窄個通縮差距，即係話將個需求刺激翻，去翻充分就業。
好啦，個解釋就係話你將呢啲轉翻做文字啦。公開市場操作即係話咧，中央銀行抌啲錢出嚟去買債券，咁令到咧市場嘅現金或者貨幣供應多咗，咁銀行要將多咗嘅錢借出去咧，就需要減息。減息咧就會咧刺激呢個消費啦、投資啦。換句話講咧，總需求會增加，咁所以咧個產出就會增加，就會達至翻充分就業啦。咁就可以解決一個通縮或者咧經濟差嘅通縮差距嘅問題咯。咁但係呢題咧，佢話唔需要畫圖，咁你淨係寫咗文字咧，已經攞4分啦。咁我哋做練習，我哋試下用圖畫埋佢咯。好，通縮差距即係話而家短期嘅均衡咧係未到充分就業，通縮即係話經濟差啊嘛。咁即係話咧，依家短期嘅產出均衡咧係低於充分就業嘅水平。好啦，充分就業嘅產出水平咧，我哋叫做 YF 啦。佢相對嗰個咧就叫做長期總供應咯。而短期嘅均衡產出低於充分就業水平嗰個距離咧，就叫做通縮差距啦。咁擴張性貨幣政策咧，即係話刺激個需求，透過操作呢個貨幣供應啦，咁將嗰個短期產出咧拱翻上去充分就業嘅水平。咁個圖形表達就係話咧，總需求增加到 A1 啦，咁短期個總產出咧由 Y0 去翻到 Y1，而 Y1 咧就係正正去翻充分就業嘅水平啦。好啦，最後一個環節咧叫財政政策。咁同學留意啦，財政政策咧只係涉及兩個工具，第一就係稅，第二就係政府開支。咁其他嗰啲咧就唔叫財政政策嘅。咁舉個例子，如果依家有失業，想刺激翻個產出去到充分就業，咁政府可以減稅啦。減稅咧就係話咧導致咧可支配收入上升，即係話扣咗稅之後嘅收入多咗，咁咪攞嚟使咯。好啦，如果減嘅係利得稅嘅話咧，咁亦都鼓勵廠商去投資嘅。好啦，政府直接增加開支，咁總需求 G 嘅部分亦都會增加啦。咁如是者，總需求入邊嘅 C、I、G 都上升，所以總需求上升就會帶動產出上升。咁呢種咧就叫做擴張性嘅財政政策。咁相反啦，如果而家經濟過熱，有通脹嘅壓力，你嘅做法就調翻轉咯，咁就叫做緊縮性嘅財政政策。咁有同學可能會問，咁有冇得細分㗎？財政政策同貨幣政策有咩唔同？咁我哋話咧，貨幣政策咧，透過影響利率咧，淨係影響總需求嘅啫。但係財政政策咧，有可能影響埋總供應嘅。舉個例子，例如你減稅咧，可能啲人咧會積極啲做嘢嘅，所以總供應可能係會增加嘅。咁所以如果問財政政策同貨幣政策有咩唔同，咁我哋話咧係有呢一方面嘅唔同咯。好啦，最後就講下呢啲政府政策嘅局限啦。咁舉個例子，如果而家有失業，咁政府咧希望推嗰個總需求去翻充分就業，但係我哋話咧，政府嘅政策咧通常都係有啲失誤嘅。我哋上一課講過啦，如果有失業咧，其實市場會慢慢調節翻嘅，可能已經調節到充分就業嘅時候咧，你先至再做一啲擴張性嘅政策，咁咪變咗進一步刺激通脹咯。我哋話個 timing 唔啱啊。咁同埋一啲財政政策，舉個例子，例如派消費券咁樣，你派開唔派咧？咁可能好多市民會嘈嘅。好啦，不過局限嘅部分咧，咁公開試會比較少問嘅，咁我哋唔再深入討論啦。咁我哋睇睇 past paper 先啦。好，先睇睇選擇題，或者同學暫停咗個畫面睇下自己識唔識做咯。好啦，第一個我哋話係啱嘅，因為提高免稅額，即係咩意思啊？交少啲稅。
好啦，可支配收入上升，即係話咧會使多啲錢啦，消費增加，刺激個總需求，所以產出咧係會增加。呢個就係擴張性嘅財政政策啦。咁我哋話第二項都係正確嘅，消費券計劃，咁啲政府派錢啦，咁啲人攞住消費券就會點啊？消費會增加啦。好啦，結果總需求會增加啦，產出都會增加啦。好啦，至於第三項好明顯唔係啦，呢個係屬於咩政策啦？呢個係屬於貨幣政策，所以睇翻 past paper 好多時佢係貨幣政策、財政政策撈埋嚟一齊問嘅，係分唔開嘅。最後答案就係 A 啦，一同二。好啦，跟住再睇一題文字題，2017年嘅題目。好啦，就係話政府打算向合資格長者每年派38,000蚊。咁第一個提案就係話咧，就透過加稅嚟融資嘅。咁然之後問對總產出有啲咩影響？好啦，我哋先睇提案 A 加稅先啦。咁加稅當然係唔老禮啦。個解釋就係話交咗稅之後，剩翻低嗰筆叫做可支配收入，當然係少咗啦。收入少咗咁即係話冇錢使啦，消費會下降。因為呢個薪俸稅係影響消費噶嘛，消費下降，總需求下降，就會導致咧產出減少啦。咁大部分A 呢部分咧同學係冇問題嘅，但係 B 就有少少難啦。B 就係話如果政府運用財政儲備，即係話喺政府嘅銀包攞38000出嚟，咁咧轉付俾長者，咁呢樣嘢有啲咩影響啊？咁喺 GDP 計算嘅時候，我哋嗰課講咗咧，政府嘅銀包攞一筆錢咧，俾一啲市民咧，單單呢一筆咧，我哋就叫做轉移支付嚟嘅，係唔計落 GDP 嘅，因為背後咧其實係冇生產嘅，因為其實係冇買到嘢，所以咧呢一筆錢咧係唔影響總需求嘅。嚟多次，我哋話如果喺政府嘅銀包入邊攞一筆錢轉俾一個市民38,000蚊咁樣咧，呢一筆咧其實正式嘅名稱咧叫轉移支付，係對我哋嘅產出冇影響。嚟多次，單單呢一筆嘅轉移咧係唔影響總需求，所以咧最後咧 Y 係不受影響，除非呢位阿伯之後攞呢筆錢嚟買嘢，嗰筆先去計佢嘅消費嘅啫，但我哋未講呢一筆住啊嘛，我哋淨係講單單轉移嗰筆得唔得？所以最後嘅答案咧係對總產出提案 B 咧係冇影響嘅。咁呢一 part 好多同學都答錯咗嘅。